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造成大势已去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动静不搭调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了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内敛的功夫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也好了，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 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过后的检讨这6个是要照顺序排列不能前后颠倒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2个条件，有2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是事圆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圆，理不圆，则难以事圆，事情做得很不圆满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的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就不圆满。沉不住气的人是心浮气躁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这就沉得住气的人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很容易坏事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4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4种人之一包括我们自己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已经一路输到底了但还是奋战不懈
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了最后一局本来是输的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卧薪尝胆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嘛？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主动去尝那个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承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所以刚刚不是讲了苦吗？苦胆吗？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上人嘛，苦的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了，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的。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艾而自暴自弃的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争千秋以佛家来讲呢，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真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庶民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就可以这样解释了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争千秋嘛，对不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4个字而已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正悟的理念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每一次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我说既然宿世姻缘三世姻缘嘛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既然宿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
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痛苦里面痛苦的深渊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拉你一把嘛。那刚刚讲再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摆烂解决不了事情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它，无法解决它、超越它、突破它，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10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还无法得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尽要先叫暂停，冷静一下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那至于要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多久呢？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可能搁置1天可能搁置1星期，可能1个月，可能1年，可能10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甚至呢，看到喜欢的，非买不可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先搁置一下缓一下，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明天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也是扮演事缓则圆的巧妙角色。时间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生住意念这个住呢，易了，改变了，不想买了，灭没有了，就不买了，这是这个意思嘛。让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正言上人曾经持世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句子看起来很简单道理很深邃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
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如果要将它放下如果将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做后盾不但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做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都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2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精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是裸退也没有什么以前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所以除了随师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不是很多啦。但我还是每天在净舍里面参加早课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以及透过每日的随师那随时学习上人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对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季宇师兄现在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讲你们看我很空闲其实我是很忙的呢他们会很疑惑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就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答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他们都会欣然一笑，这个很奇怪，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他们就欣然一笑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就因为要耐心等待才在2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因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沉不住气离开了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没有过去的30年的勤做笔记，哪有出版8本书的因缘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8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所以养兵千日，用于一朝磨剑10年挥剑一次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有些人会觉得我是人才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不要担心病患的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了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意思倒装句了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呢，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师姐
啊，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哈，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师。啊，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啊，上人，我这次回来哈，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师啊，啊，那上人就轻轻回道哦，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讲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哎，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啊，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啊。啊，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啊，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吗？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她讲，我说啊，哎呀，上人可能观察你很久了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呐。啊，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啊，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才顺势的跟你讲啊。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有所醒觉啊，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给予观机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嘞，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师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啊。所以这一种的身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韧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事件啊，这个过程中都跟沉得住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同理啊，我们今天有连线直播的好姻缘啊，也是要有过去的沉得住气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志工们或者大德也好，也是要沉得住气啊，对，沉不住气就前功尽弃了啊，人在哪里也不晓得了，没有因缘了，不是吗？所以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当下。2年前跟我讲要直播因缘，好啊，我就把握当下了，没有刻意强求，但是也没有刻意拒绝，有就来，没有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因缘来了就把握当下。因缘没了就看开放下啊，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对，好，有缘就直播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呐，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它。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它，错解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呐。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差很多呢，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这个是有典故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
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啊，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啊，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哦，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嘛，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啊。哦，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呐，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我什么都学，师傅了，怎么我还不是师傅？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这个意思嘛。那颜回说完之后呢，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孔子就回答了：“恶可不察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后面是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其他，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今天谈这个就好。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呢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就像你把整本近似语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倒背如流你也不会是上人因为德跟圆的事情嘛，对，境界差太远了。同理，我们闻法之后，如果用法是死板板的，不灵活也不善巧，孔子认为这样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僵化，不再灵活。把这个道理用在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行菩萨道的这些佛家们呢，或者志工们也是通用的要去帮助人跟救人，也是要用智慧有智慧的人用法才不会僵化，也才会善巧灵活好，后面有一句“人死亦次之”吗？这句话就是孔子认为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可见是多严重孔子是这样子认为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做人间事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或者死心了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再来谈沉得住气。
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的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呐，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呐哈。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啊，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夷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孔子就说：“在思可夷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呐，说他这个人呐做事过分小心呐，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在思可夷，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啦。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对不对？那这句话更是现在许多老师呢拿来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教育学生，哎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一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不过古人说三思而后行，这个三的时候呢，往往不是只确定的三，而是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的。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啊，3000人在现场听啊，你可以理解吗？这个3000人是很多人呢，但是他不是确定的3000人，否则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音响，讲话怎么听得到？现在我们只要现场有几十个人，讲话就要麦克风了，更何况是我们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3000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3000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2思不可以嘛，4思、5思、6思不可以嘛，一定要3嘛，对不对？所以这个3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这是去年10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那个感染的 COVID-19 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往生了这个鲍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到70%的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就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啦，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这样都是不圆满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2次，
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2次而已啊，去2次2次而已啊，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制衣厂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那个配合就没有了啊。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啊。圣贤上人的治世思维啊，没有强调要济世啦，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济世，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试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再施就犹豫一下了，3施可能就不做了，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干脆不捐了，所以这个不能3施，做好事1施就要做了对，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了。这已经不是几世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上人行事的细腻跟睿智之处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3施或再施各有不同的意境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上人开示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示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人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现在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人力跟物资也要集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人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示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净思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法脉是诸佛妙理是无形的叫做智慧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那是深深
是